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美股仍然在高位震荡啊，昨天是收跌了0.23%，持续在高位震荡。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美股在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成功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并且站稳了33000点这个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站稳之后，我们在4月13日看到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并且行情的震荡呢，始终围绕这个新的悟空阳线做震荡。所以呢，最近4个交易日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这4根阳线都是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那么有了妖怪 K 线、干扰性 K 线之后，只要这个悟空阳线的开盘价，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33668这个点位不得已跌破的话，对于美股来说仍然有走完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那么美股在高位横盘震荡，但是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的行情已经出现了一定的背离情况啊，连续2个交易日我们看到比特币正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这轮下跌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根据 K 线西游战法可以看到啊，在周线级别上，比特币已经完成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源自于1月9日这根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周线级别8阶阳线组，非常忐忑的8阶阳线组，然后是沙僧阳线。那上周呢，比特币完成了一个唐僧阳线，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周线级别的一个上涨西游。那在上周末的行情分析当中，我就给出了2次提示啊，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呢，就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下跌的一个预期啊，这是一个行情行走的规律。同时呢，早在1月初，我在微信群里面啊也提示大家。早在1月初，1月16日提示大家啊，多头还在发育到4月底要出来休息，出游玩一玩啊，这是在 VIP 群里面说的。那么不幸严重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在微信群里面啊提示大家啊要做考虑到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个事儿啊，同时在直播课里面也提到了，反复提到了原因就是这个规律性的东西往往会在时间切到一定程度之后出现。那4月10日这周也是上周，我们看到悟空阳线之后看到唐僧阳线之后，就有调整的一个预期啊。那调整在本周三正式开启了它的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这轮4小时级别调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4小时级别调整，我们看到首先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做了小日线级别的反弹，但这个位置我们可以通过合并 K 线，合并 K 线之后有了悟空阴线之后，目前走在一个新的8阶阴线势力范围，这个8阶阴线势力范围可以通过合并 K 线合并出来，然后走出沙僧阴线。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低点目前处在$28,500附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点位。这个点位呢，正是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和位于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延长线的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打到这个位置之后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这本书里面讲的多头是多头他妈生的，空头是空头生发出来的这不是骂人的话，这是引自《大话西游》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在4小时级别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之后，这个支撑位如果一旦跌破的话，我们就要把时间级别调整到日线级别，因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非常容易出现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动作所以呢，在调整时间级别之后，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日线级别同样可以看到$28,500这个位置上是有支撑的。如果一旦跌破的话，我们看到目前已经走出了昨天的阴线这根阴线呢是非常标志性的阴线，也叫悟空阴线那么当前时间是早上8点钟，正是一个收开盘的时间Binance 交易所或者其他重要的交易所收开盘的时间。那么接着往下走的话，如果一旦跌破28,500的话，我们面临的是日线级别的调整。那日线级别调整之后，我们看到悟空阴线、8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如果出现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话，目标点位在哪儿呢？目标点位在下一条的支撑线上。这一条支撑线在日线级别是从1月初行情当中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位于$25,000构成了一个支撑位。这一条支撑位同下方的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支撑位这是一个区间，如果到达这个位置是可以进行抄底的区间区间大概是在$22,500到$25,000这样的一个区间上可以进行抄底。如果能够完成一轮日线级别调整的话，
这种调整往往是非常凶狠的。我们看到比特币的行情往往出现很多的平行结构，这里的平行结构，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出现一轮下跌，然后一轮上涨，这轮上涨和上方的结构互相平行，那么它的下跌呢，就非常有可能从2月到3月份的行情出现一个平行的对称性的下跌结构。那么当前行情大的趋势呢，在周线级别上看是一个多头趋势，调整它会非常迅速啊。这轮调整我认为在5月底就会完成啊，5月中旬到5月底啊，调整1个月的时间，然后行情从这个会有一个重新开启，因为毕竟啊，每4年比特币一个牛熊的规律，那么调整下跌的时间往往是在1年半左右。那么行情在这轮反弹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见证了100%的反弹，所以呢，100%的反弹之后，它可能会出现45%到50%左右的调整动作，调整动作完成之后啊，才有可能重启牛市。所以呢，目前是一个调整过程，但是这轮行情我们从去年12月底开始，已经不建议大家持续的做空了。虽然目前是一个下跌的趋势，在4小时级别上是一个下跌趋势，到日线级别上可能会涨到这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趋势，但是不建议做空啊，因为这轮行情我们还是要把握未来到2025年的一个超级大牛市的。所以呢，在高位赚到钱的我们在低位要重新把筹码接回来啊。所以在调整过程当中，建议把这个仓位略降低一些，但是不要把仓位把你的币全部卖出啊，由筹码行情才能和你产生关系，在未来你才能赚到更多的趋势上的这个利润。那么行情走到这里，我们看到了比特币目前同美股出现了完全的背离啊。比特币在4小时级别上完成一轮下跌修之后，它的下跌时间级别可能进行到日线级别但是美股依然在高位震荡这轮行情我们看到了2次这种情况首次发现这种情况是美股出现下跌，但是比特币在反弹，比特币在1月行情当中出现了一波反弹但是目前来看正在发生的背离是美股上涨的过程当中，比特币正在调整和下跌，所以呢，行情多头还会来的，忍耐住这段调整，把仓位降下来，忍耐住这段调整之后，我们会迎来下一轮的牛市。这2天一直在强调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上方存在144均线和169均线这个压力。这个交易对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从去年从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就在 0.067 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反弹过去之后，我们看到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压力，压力出现之后，目前正在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正走出了一个8阶阴线，那么下方就可能出现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因此呢，目前对于以太坊来说它是领跌的，相对的是比特币出现了领跌行情。那么回到以太坊本身，我们看到上涨趋势过程当中，上涨未完就发生了一根大阴线，日线级别这根阴线呢，直接将8阶阴线8阶阳线杀死。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4月13日走出了悟空阳线，然后是8阶阳线，4月14日走出的这个8阶阳线被当前的一个悟空阴线剿灭，那么行情就变成了一个空头方向。那以太坊的空头方向，目前在日线级别有悟空阴线之后，就可能会出现8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从而最终回到箱体结构的中带上来。这个中间的位置大概是在$1600，所以呢，目前仍然有巨大的下跌空间。那么这轮行情调整可能会非常迅速，所以忍耐过这段调整之后，你有筹码的情况下，要在底部把筹码重新接回来，让筹码变多，这样的话你才能在牛市获得以太坊周线级别上涨过程当中的一个利润。那么周线级别目前还是走势比较好的，我们看到以太坊是周线级别上涨修之后，正在进行的一个日线级别、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调整，调整到筹码密集趋势之后要把筹码重新接回，然后行情重启，会有新的一轮周线级别上涨修，我们要在牛熊更替的这个阶段获得更大方向的利润，更大方向的这个利润。那么龙头币种CFX 目前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这个下跌结构是在一个收敛三角形交点位附近发生了一个下跌结构，如果跌破的话，非常容易出现平行于上涨的结构。
那么对于 CFX 来说，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经常出现这种快速上涨之后快速下跌的结构。我们看到上轮行情当中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做出了2轮日线级别下跌的动作。那么对于 CFX 来说，目前它的调整我们要看日线级别上144均线和169均线在0.25附近0.25附近能否形成有效的支撑。如果能够形成支撑的话，我们要在0.25准备把这个 CFX 的仓位再次接回。之前的行情当中，我们在0.45附近做了减仓动作之后，一直耐心等待并不是空仓等待，我们还有部分仓位等待它的新的一轮上涨趋势，但是在收敛结构接近焦点的位置上没有发生突破然后我们要耐心等待它调整之后如果能够做出一轮日线级别下跌洗油的话，我们大概在0.25美金附近再次重新开始建仓。但是 CFX 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它的走势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已经走出悟空阳线、八剑阳线和沙僧阳线这几根标志性的大阳线都是标志性的人肉性 K 线。但是我们看到沙僧阳线的开盘价是在0.1837这个位置上所以呢，如果发生调整的幅度会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对于 CFX 来说，我们有一个高的预期，但是也要注意风险在进场的同时在补充仓位的同时，要设置一定的止损，避免它过度的向下调整，让我们就是在场内的本金受到过大的损失。市场成交量巨大的 ID 和 ARB 在这2天也出现了快速的回调和下跌。我们看到 ID 已经调整了20%以上。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通过结构去分析。首先在日线级别上，目前 ID 它处在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有了悟空阳线之后有八解阳线，那么上方是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同时呢，我们看到它的调整时间级别是一个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的调整过程。我们看到高位阴线首根阴线、悟空阴线，然后是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4小时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和上涨过程当中4小时级别上涨吸油做了一个对称性结构。如果继续下跌的话，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看到它的主要支撑位是大概在0.6美金左右0.6美金附近。因此呢，对于目前行情来说，虽然处在一个下跌的比特币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但是要重点注意的仍然是 Binance 板块当中的次新币种这种币种往往具有非常高的流动性和每天的成交量，在量价齐升之后调整就是可以逐仓进场的一个机会。因为 ID 我认为会有很高的成长性它的总量大概是在20亿，现在目前流通接近3亿枚这种情况下呢它有一个非常高的预期调整就是布局的机会嘛。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稀有战法这本书，感谢大家，再见。